嗨，大家早上好啊！今天25号2月25号啊，星期三。说一说这个一些新闻啊。首先呢是昨天晚上这个搅屎棍呢又发表了这个史上最长的国情咨文啊，快2个小时，1个小时48分钟啊，这个简直是打破了1964年以来的历史记录啊！但是这1个小时48分钟呢，感觉就是什么都没说啊，就是除了自吹自擂啊，说了一些这个完全没有的数据啊，或者自己造假的数据啊，然后呢还搞出来一些什么所谓的名场面啊。详细给大家说一说名场面啊，没有任何好消息，我只能说没有任何好消息啊，就昨天的国情咨文没有任何好消息，都是在自吹自擂啊，大家也知道他一贯的作风了，反正自吹自擂，然后还当场数据作假啊，然后就被嘲讽了很多啊。首先第一个是这个禁止内幕交易啊，被当场群嘲啊，反正我觉得他要来提这个事情呢，简直就是成为了这个笑柄了啊，他还好意思说佩洛西这个国会山交易，对吧？内幕交易，他要去立法禁止内幕交易。那他那个傻儿子啊，如果没有他在这里画 K 线，他那个傻儿子数字货币早就爆仓了，对吧？然后这是其一，其二呢，他自己在宣布政策之前，然后去Twitter 发一个 Times to buy， 对吧？这个大家都记得去年的一些事情了。反正这个事情呢，当场就被群嘲了啊，包括PLTR， 对吧？大家都知道啊，这个 PLTR 这支破票呢，反正一直就是和特朗普政府深度绑定啊，通过这个政府拿了很多单子。其实你说他有多少能力这个票完全就是一只狗屎公司啊，一个狗屎公司，完全不值这么多钱啊。虽然之前我看好过这家公司啊，但是去年的一些走势和去年的一些政治合作呢，完全就是为后面如果搅屎棍下台，那这家公司基本上GG的概率很大啊，分分钟股价又被砸回原形了。好吧，这个是顺嘴提一下 PLTR 啊，然后再说这个极度分裂和混乱的现场啊，就是首先呢是种族言论啊，他在演讲中首次引用了具有煽动性的排外语言，称索马里移民是洗劫的明尼苏达强盗啊，这个。然后民主党议员呢高举写着这个黑人不是猩猩的牌子啊，抗议特朗普之前转发种族歧视啊，大家记得他发过一个和奥巴马的这个视频对吧？然后当面被怼啊，吹嘘结束了8场战争，然后大家都说他这个是属于撒谎啊，好吧？然后还对这个他自己亲手选出来的大法官起脸输出啊，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各种东西啊，就是反正这个人已经是不知道在干嘛了啊！美国历史上最二逼的总统啊，最傻逼的总统，我可以这么说。然后呢，这个反正再说一些他说的假数据啊。首先，第一，投资额注水，他豪言自己带回了18万亿美元的投资，但是白宫的官网数据只有9.7万亿，而且大部分还是没有落地的，只是意向书啊，投资协议都没签啊，这是其一。其二，他说通胀暴跌啊，实际上只是从3.0降到了2.4，而且核心服务通胀依然很顽固啊，这是为什么美联储迟迟不肯大幅降息的原因，这个大家都知道。第三，他说明尼苏达诈骗案，他说称明尼苏达的一个福利诈骗案损失了190亿美金，实际上这个案子的涉案金额只有2.5亿啊，反正夸大了近80倍。反正这个人说话，我不知道现在到底还有什么人在听，你们是没有去认认真真看过这些东西，还是说不具备自己的思考能力啊？成天就听着他胡吹牛逼是吧？好吧，不说了，先说到这里。反正就是昨天这个事情躲不开啊，因为我非常惧怕他昨天这个又吐屎或者喷粪啊，就把市场给搞下去。得亏呢，昨天还好没说这个关税的事情啊，暂时市场还比较缓和啊，反正现在市场在缓慢的这个爬升。反正今天爬升呢，我估计今天日内呢还是会爬一爬啊，因为这个首先第一呢，大家知道今天收盘之后有英伟达财报，有新思的财报，为什么要把新思也说出来啊？英伟达对新思投资了啊，所以这个是关联体，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昨天 Anthropic 这个发布会啊，这个线上的发布会，拉了一堆 SaaS 企业去站台啊，昨天这个 SaaS 股票全部反弹。SaaS 全部反弹呢，也是很凑巧的是周末我刚刚在充电视频里说了可以抄 SaaS 的底啊，大家都是周一低点上，基本上周一低点进去的，昨天 SaaS 就开始暴涨啊。今天呢，昨天下午呢，昨天盘后这个 Workday 呢也出了财报，但是因为指引不太好呢，又被砸下去了。但是其他几家呢，我估计今天还是要继续往上爬，而且大家注意，今天有 CRM 的财报昨天 CRM 和 Anthropic 是达成了一个深度的合作。具体合作内容我不给大家说了啊，大家可以去自己翻一下新闻。
但是我想给大家提醒一句，就是 Anthropic 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这个搞掉 CRM， 而且他和 CRM 的合作不是说从昨天才开始，是很早就开始了。所以 CRM 是妥妥的一只被错杀的票啊！反正今天晚上盘后是财报，如果大家有幸看到这个视频啊，你今天财报之前看到这个视频，那么我觉得大概率 CRM 盘后出完财报还会继续暴涨啊，就是暴力反弹。CRM 是妥妥的被错杀的一只 SaaS 软件啊，大家注意，就是因为这个Agentforce 的首选大脑用的就是 Anthropic 啊，用的 Cloud Anthropic 的这个东西，但是呢，他们俩的合作数据是封闭在 CRM 本身的数据库里边，并不提供给 Anthropic 做训练的，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真我一直在说的 AI 后面可能会形成的一种真正的这种垂直领域的玩法啊，就是真有数据的，然后去用开源的模型，或者去和这些大模型公司合作，但是数据这种东西是绝对的硬资产，是不会拿出来的。所以 CRM 已经给大家立了一个很好的标杆，但是大家也要注意，之所以会达成这种合作，或者说 Anthropic 接受这种数据被绑定在自己的这个被安全的放在 CRM 的数据库里边而不外溢的原因，是因为 Anthropic 的投资部门早期是不是这个 CRM 的投资部门早期是 Anthropic 早期的投资者之一，很重要的投资者，所以呢，他们两个自身的这种合作是源远流长，是从2015年就开始，2019就是2019年这个 Anthropic 创立的时候，2019年就开始，所以 CRM 这轮暴跌是妥妥的被错杀，它完全不存在AI 恐慌或者被 AI 替代的这种情况。现在 CRM 是极低的价格。再次重申一遍，这种低价股你不去抄，你留着让别人抄吗？这么好的公司，而且他现在和 AI 全力合作，反正我已经是今天早上又加了仓了啊，然后收盘我可能还会再开一些期权，反正大家自己考虑吧。如果你有幸看到这个视频，如果今天盘后 CRM 出完业绩，电话会议开完继续上涨的话，那恭喜你。如果我说的错了那欢迎来打脸啊，但是盈亏自负啊，我只是说我自己的意见，因为我自己也重仓了亏了那就亏了呗，对吧？这个市场的事情谁也不能说。但是整体我的预判，今天 CRM 会带领 SaaS 软件有一个巨幅的反攻啊。还有另外几家呢，我就不在这里说了因为另外几家，首先第一是没有财报，第二呢，我是也要给充电群的朋友留一些福利啊，我就不把那几只说出来。其实那几票大家新闻一搜也就有了好吧？先说到这里所以 SaaS 软件这个错杀潮应该是七七八八基本上结束了好吧，说到这里祝大家交易顺利拜拜。